家好，我是张老师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火锅中文自圆其说系列课堂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汉字水、木、火、土、金。大家来看这张图，这张图是一条小河，里面有很多水，水的甲骨文字形就像是水流动的样子。随着朝代的演变，水的字形也发生了变化，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这是甲骨文的水，这是小篆的水，这是隶书的水，这是楷书的水。水一开始表示河流，后来指无色、无味、透明的液体。水不动的时候，水面是平平的，像镜子一样。后来人们就用这个平平的水面来检查其他的东西是不是平的。水的拼音是水，水，它的声母是诗，韵母是微，声调是第三声。我们一起来拼读：诗尾，水，水。屏幕前的你也来试着读一读吧，水，水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水这个字怎么写吧。首先，第一笔是竖钩，第二笔是横撇，第三笔是撇，第四笔是捺。屏幕前的你可以把你们的手指举起来，我们再写一次。竖钩，横撇，撇，捺。大家来看这张图，这是树木，木的甲骨文字形像树木的形状，上面是树枝，下面是树根。随着朝代的演变，木的字形也发生了变化。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这是甲骨文的木，这是小篆的木，这是隶书的木，这是楷书的木。木的本意是树木，后来也指用木做成的东西，比如木头、木屋。木的拼音是木，木，它的声母是摸，韵母是乌，声调是第四声。我们一起来拼读：木，摸物，木。屏幕前的你也来试着读一读吧，木，摸物，木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木这个字怎么写吧。横，竖，撇，捺。屏幕前的你可以把你们的手指举起来，我们再写一次：横，竖，撇，捺。接下来我们来看这张图，这是火，火锅的火，这是火的甲骨文字形，它的字形就像是火焰的形状。随着朝代的演变，火的字形也发生了变化。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这是甲骨文的火，这是小篆的火，这是隶书的火，这是楷书的火。火是物体燃烧时发光发热的现象。火的拼音是火，火，它的声母是呵，韵母是喔，声调是第三声。我们一起来拼读：呵我，火，火。屏幕前的你也来试着读一读吧。呵我，火，火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火这个字怎么写吧。首先，第一笔是点，第二笔是撇，第三笔是撇，第四笔是捺。屏幕前的你可以把你们的手指举起来，我们再写一次：
点、撇、撇、捺。接着我们看这张图，这是土，泥土的土，这是土的甲骨文字形，它的字形就像是土堆的形状。随着朝代的演变，土的字形也发生了变化。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这是甲骨文的土，这是小篆的土，这是隶书的土，这是楷书的土。土是土壤、泥土的意思。土的拼音是土，土，它的声母是 t， 韵母是 u， 声调是第三声。我们一起来拼读 t u 土，土。屏幕前的你也来试着读一读吧，土 t u 土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土这个字怎么写吧。首先，第一笔是横，第二笔是竖，第三笔是横。屏幕前的你可以把你们的手指举起来，我们再写一次，横、竖、横。最后，大家来看这张图，这是一个人在淘金。金是会意字，会意字是指用2个及2个以上的独体汉字，根据各自的含义所组合成的一个新汉字。这种造字法就叫做会意。我们来观察一下金文的金这个字形，上面的人表示覆盖，中间的土表示藏在地下，2表示藏在地下的矿物。随着朝代的演变，金的字形也发生了变化。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这是金文的金，金文是殷商和周朝时期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，也叫钟鼎文。这是小篆的金，这是隶书的金，这是楷书的金。金本意是金属，后来也专指黄金。金的拼音是金，金，它的声母是鸡，韵母是音，声调是第一声。我们一起来拼读金，金。屏幕前的你也来试着读一读吧，金，基因，金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金这个字怎么写吧，撇、捺、横、横、竖、点、撇、横。屏幕前的你可以把你们的手指举起来，我们再写一次，撇、捺、横、横、竖、点、撇、横。接下来我们一起玩个游戏，这个游戏叫做贴纸连连看，请屏幕前的你将下列贴纸和对应的字连起来，看看谁能做得又快又对。答案在详情介绍里哦。今天我们学习了汉字金、水、木、火、土，它们组成了中国文化里面非常重要的概念，叫五行。大家可以查看汉字文化系列里五行的那一期视频，期待和大家再次相见。